大家好，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，目前看到的画面是故事规划师的主程式界面。从资讯框可以看到，目前版本是 0.51 版，核心的应用流程皆已实装完成，未来还会持续进行跨平台支援与界面的优化。让我们先快速汇入一个已经建制好的专案，使用者可以直接用滑鼠将专案档拖放进来，或者透过上方的功能选单来进行汇入。一个完整的专案通常包含6大主要节点，分别代表人物、环境、道具、故事重点事件、故事分镜以及故事章节。在前期规划阶段，通常只要产出到分镜表的程度，就足以让团队进行具体的讨论。目前画面上范例的所有节点都是透过 AI 自动生成的，这正是我们这套系统的核心——故事树生成引擎。点选每一个节点，都可以在右侧的面板中浏览详细内容。同时，工具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批量总览页面，让使用者能在表格中一次检视所有同类型的节点，特别是能快速预览各节点所关联的图片或影片资产。现在我们重新开启了一个新专案。在正式创建故事树之前，先为大家介绍云端模型的设定。目前系统支援多种主流的大语言模型，只要结合工具内建的提示词组合，就能高效生成故事树。当然，除了云端服务，系统也完全支援串接本地端地开源模型，确保商业机密与资料的绝对安全。接着我们来看看创建故事树的实际过程。使用者可以汇入整本小说文字档，或是较短的故事大纲，或者直接将文本贴入对话框中。这里我们以即将影视化的重磅电影《机身》的原创故事为例，将文本汇入工具中。界面上也提供了一些辅助按钮，例如翻译或扩展提示词等功能。下方还有细部参数，可以依照专案需求进行调整。点击生成按钮后，可以从文字框及时监看目前的运作进度。工具会先将故事主体发送给模型，让模型产出故事概观，包含世界观与大纲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、环境与道具节点都会被同步建立并持续维护，这能有效克服模型处理长文本时容易出现的幻觉，确保前后设定高度一致。在生成过程中，可以随时按下中断按钮来终止运行，系统若遇到解析错误，也会自动进行多次重试。当故事概观处理完成后，模型会紧接着生成故事的重点事件以及分镜脚本。到这个阶段，我们取得的产出都还是纯文字格式。在后台处理的同时，左侧的故事树节点也会同步建立。当所有生成工作完成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主要分类底下，已经完整建构出故事所需的重要元素，包含人物、环境、道具以及分镜表。而故事树的根部，则稳稳扎根着整部作品的世界观与大纲。接着回到人物的批量总览表格。表格内的数据不仅能随时编辑、随时汇出，使用者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新增节点，或呼叫对话框来进行更细致的修改。生成完文字架构，我们的工作才算完成了一半。现在进入视觉化阶段，批次生成图片。每一个人物、环境或道具节点都已经自动配好专属的提示词。工具底层串接了 Configure 架构，目前展示的是云端服务，能随时切换各种主流生图模型。当然，这套架构也完全支援在本地端显示卡上运行。系统支援多线程的并行模式来加速生图，我们直接执行看看效果。生成好的图片会自动分门别类，归类到对应的节点底下。等所有文字、图片甚至影片素材都产出完毕后，使用者可以将整个专案一键汇出到硬碟，方便转移与备份。如果对生成的图片不满意，工具也内建了其他影像处理工作流来进行修图或微调。我们简单示范一下移除背景的功能。处理过后的新图片，同样会自动更新到正确的节点中。
当故事书的图片都准备好后，就能无缝导流至工具内建的媒体编辑器进行落地排版。进入编辑器后，操作逻辑与常见的绘图软体十分相似，但界面更加直觉简化。图片可以在图层列表中进行合并或分组，点开属性对话框，就能轻松调整透明度、旋转、翻转，或是添加外框与校色。界面左下角也提供了许多快捷按钮，大幅提升操作效率。图片排版调整好后，就能直接置入漫画画布中。系统预设采用目前业界最主流、适合手机阅读的 Webtoon 长条漫画格式。编辑器内接了多种对话气泡，以及灵活的文字输入功能，不论是字体或气泡颜色都能自由修改。排版完成后，将这些长话不一一绘出，就能直接用于提案或上架。此外，这套媒体编辑套件同样具备短影音的剪辑能力，影片轨与音轨都可以独立拆分或合并处理，并进行更多调整。不过这并非本次影片的重点，我们就先简单带过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工具自动生成的人物关系图谱。模型在萃取人物设定时，会一并分析并生成人物间的拓扑关系。目前预设了友好、爱恋、血亲或敌对等6种关系，并以不同颜色的连线做视觉化标注。不仅是人物，连特定的环境与关键道具也能加入图谱中联动。图谱的右侧，则是按时间轴排列的人物与分镜出场序列。这些图表都支援随时手动编辑，让创作者能以最直观的鸟瞰视角，掌握整个故事的脉络。以上就是故事规划师核心流程的快速导览。这套系统目前仍在持续进化，未来还有许多开发工作与优化路线要推进。我们希望故事规划师能成为文字、漫画与影视产业之间的桥梁，让更多优秀的故事能够更快速的被看见、被理解，并被转化为真正具备商业价值的文化内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